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最大的痛点呢，源自于道琼斯工业指数，道指呢能否成功反转，成为这轮关系比特币行情的最大因素之一。那么道指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与下跌相对的反弹已经成功出现，并且呢这轮反弹成功的完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这个位置站上了144均线，站上了169均线，并且突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这条支撑位呢，就是位于33000点的一个筹码中心密集区的一个位置，是由上轮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中枢位这个位置33000点最终发动了突破。那么对于道指来说本轮行情已经正式发生了反转。那么在反转之后呢，昨天的这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0.6%的下跌，成功回踩了一个支撑位33000点附近这里不用过度担心，原因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在调整完毕之后，只要成功站上33000点，就容易继续上行，不断冲出本轮行情这个前高34700点所以呢，目前反转行情已经成功走出来了在回踩之后，我认为对于道指来说还是有一轮上涨行情，并且冲出新高的。那对于比特币来说，目前同步了美股行情，我们之前看到了比特币是和美股相背离的。那比特币一直在反弹趋势当中，并且反弹趋势过程当中反弹幅度接近50%，但美股一直在调整之后的反转行情，让美股和比特币发生了同步现象。我们观察到目前行情在日线级别和小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箱体结构，这个箱体结构呢，在前面的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形突破之后呢，到达了箱体的上边线附近，这条上边线呢，就是位于28500点这个重要压力关口。那么这条关口呢，我们观察到4小时级别上已经出现了4轮等位置的波峰。那么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行情出现4次等位置的波峰，就容易出现一个新高。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拭目以待，耐心等待的这个新高出现。同时呢，我们给出了在日线级别上目前正走的是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那第4轮日线级别上涨，我们应该以突破$29,000的一个大阳线作为标志性的阳线。如果出现标志性的阳线之后呢，在日线级别上就容易走出新的一轮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目前沙僧阳线在169日均线上这个位置出现了一定阻力。那么未来呢，在周线级别上一定会走出一个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32,000。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给出的几个布局的点位，第一个点位呢是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169均线在28000点，你可以布局一个多头的仓位。那第二个点位呢是4小时级别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由144均线延长线过来的。那么行情如果打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附近，你可以布局第二个仓位。那么目前行情处在一个突破阶段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可以在$28,500做一个高位的相对追高的一个仓位。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方存在4次的等位置波峰，就容易出现江恩的4次等位置法则，容易出现突破行情。所以呢，设置止损之后，这一仓位在设置止损之后也是容易获得多头趋势上的利润。那么目前为止对于多头方面均，我认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要重点去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里，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峰连线从21年5月份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在0.067附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前面行情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这个位置发生跌破之后呢，正常来看是需要有一个继续下行，最终呢构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口误。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定的反转。那么这个反转呢，已经成功站上了接近0.067的这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目前已经转到支撑位。如果能够发生对称性的上涨行情，这个上涨行情呢是与下跌行情相互呼应的。如果在日线级别上能够走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位呢是在0.07。如果到达这里面这个位置以太坊会走一波独立的行情。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以太坊是一个领涨
它的这个领涨呢，我们看到是一个成功站上了一个箱体结构的上边线，并且呢有了一个在昨天有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根标志性的阳线呢突破了箱体结构，突破了箱体结构上方的这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它构成一个日线级别标志性的阳线。那么上方就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2200点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个预期之下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走8节阳线组和沙僧阳线，上方压力位在哪个位置呢？在$1960附近。这条压力线呢是由周线级别144日均线构成的。$1950，如果能够成功发生突破的话，我们看到2200到$2400，$2400之后呢是存在一个周线级别波谷位置形成的一个压力，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还是看以太坊能够最终走出它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很多币种呢都出现了一个突破式的上涨，特别是在低位的道指来说我们在1周之前你会看我的节目，1周之前我就提到了道指和 FIL 是一个在低位的币种，你应该着重埋伏7天之前有这个节目在标题上我就给了出来为什么在这里埋伏呢？原因是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成功突破了行情当中的重要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但是道指始终没有发动突破，这意味着道指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我们回头来看DOGE-BTC， 看这个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这个下跌呢已经跌到尽头前低附近的尽头这个位置上，就容易出现反转行情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道指本身在昨天马斯克说要把这个推特图标从小鸟标志换成狗狗标志之后道指出现了一轮由消息面和这个技术面的背离引发的一个突破式的行情。那么这轮行情它没有完全走完，首先呢，昨天的这个突破性的阳线构成了一个悟空阳线，并且呢站上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那么这组悟空阳线目前已经发生，在事实上发生之后呢，就容易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0.14，所以呢上方至少还有40%到50%的空间。所以呢，道指如果你在前面行情当中1周之前没有埋伏的话，当前行情是可以追的。这里面主要是现货和低倍杠杆为什么布局现货和低倍杠杆的原因是道指非常容易玩套路快速上涨之后左容易快速下杀做一个下杀动作。那么在行情当中，如果你高倍杠杆的话，非常容易爆仓。因此呢，在这个位置对于道指来说，布局现货或者是5倍以下低倍杠杆。同时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关联道指的币种一定是 Mask 一定是 MASK。为什么关注这个呢？因为它启动的时间呢非常早早在22年的10月份就发动了一波行情，然后针对这一波上涨进行了反复的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接近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随着道指的上涨呢，它非常容易走下一轮行情，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 Mask 在周线级别完成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之后，未来可能会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标一定是10美以上。对于我们重点关注的 SXP 在周线级别上表现非常突出。我们看到上周走出了一个巨大的悟空阳线之后这个阳线上涨幅度达到164%，164%涨幅之后本周走出一个8节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和前面行情的下跌趋势相互对应，刚好走到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当前行情到达$1.2附近，对前面下跌过程进行完整的回补是没啥问题。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从更细节一些的时间级别去看，那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走出8节阳线，目前正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就有唐僧阳线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2。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小时线级别调整，每次的调整时间呢，我们测算了一下，大概是在20到24个小时所以呢，当前行情在$0.8附近出现了一个回踩动作。那么对于主流币来说，纷纷上涨 ，SXP 作为前面行情当中的龙头币种进行调整，这正是一个资金方面的跷跷板所以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埋伏进去，然后等待它创出新高。
啊。那么对于 SXP 来说，总量5.5亿啊，最后呢要通缩到1亿啊，它的通缩机制和目前所处的板块啊，支付板块是当前的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啊，所以呢，重点关注这种强势的啊，量价齐升的币种啊，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那么在周三呢，还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CFX 啊 ，CFX 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啊，一直跟随比特币的震荡和上涨。如果比特币出现新高，那么对于 CFX 它是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啊，对于 CFX 来说，我认为它很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次回踩都非常深啊。第一次回踩呢45%左右，第二次回踩65%。那么本轮行情它已经最大的从高点到低点啊，已经接近40%，40%调整之后啊，对这个下跌进行反复的回补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突破啊，所以呢，随着比特币的上涨，对于 CFX 啊要重点埋伏和关注。同时呢，我认为啊，随着上海升级这个热点的逼近呢，那么下一个轮动的板块有可能是一直迟啊，在震荡过程当中的减产币种 LTC 和达世啊，这两个币种呢，也要去看一下啊，可以考虑进场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4次连续的等位置波峰啊，所以呢，这个位置可以埋伏，等待它减产行情的一个出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稀有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